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瑞娜的美股频道。那么今天呢，我们对 ALAB、RKLB、MP 还有特斯拉做一些走势的分析。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 ALAB 这个公司。ALAB 呢，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有单独出过它的个股分析，也欢迎对美股感兴趣的小伙伴来我们的微信群玩耍。当时我们也有说，因为它受益于 AI 市场的需求强劲，以及公司业绩超出预期，所以7、8、9这3个月呢是属于一个暴涨的状态。当时全球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热潮呢，也进一步提升了 Astera 作为连接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吸引力。华尔街多家投行目标呢上调目标价，但是它9月之后出现了暴跌，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主要还是源于竞争加剧、市场担忧以及宏观经济因素的叠加影响。比如，英特尔与英伟达在9月18号公开发布下一代 AI 芯片以及互联解决方案，引发了投资者对 Astera 在 PCLE 以及 CXL 在互联细分市场被侵蚀的干扰。在此后的10月中旬呢 ，AMD 与 Oracle 的 AI 云基础设施合作报道也被市场解读为供应链布局可能改变，从而对 Astera 的未来份额构成质疑。所以在它本身的高估值压力下，引发了部分获利回吐。从宏观经济来看呢，比如美联储利率信号、科技板块整体情绪转向防御，以及芯片供应链波动等。所以它的股价呢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回撤。首先 Astera 的基本面呢确实强劲，也受益于 AI 基础设施的长期增长，但是估值确实存在比较高的情况。盈利能力方面呢 Q2 的毛利率约 76%， 其实是有显著改善的。增长指标呢，营收同比增长 150%。估值呢，我们可以从它的公开数据推算得出，前瞻 PE 在数百倍区间， PS 在30到40倍之间，然后倍数呢确实较传统的半导体高，反映了市场对其高速增长预期的溢价。Astera 呢，它主要就是专注于 AI 数据中心连接这一块细分市场。它的产品像 Aries、Scorpio 与大型云服务商的合作呢，也构成了差异化。它的市场份额呢，也预计在2027年达到 15%。与同行对比呢，比如 Vertiv， 它更专注于数据中心的冷却，净利润呢在 8.93% 左右。ROE 51.64%，高于 Astera 的 16.54%， 但是 Astera 的增长更快，更直接受益于 AI 互联的需求。与博通相比呢，博通是更主导于 AI 芯片的设计， Astera 是在它的子领域更专精一点，估值更低，而且它可以从博通的生态中获益。Astera 也作为供应商直接受益于英伟达的 AI 销量增长，纯 AI 导向增长率呢也会更高一些。在 AI 基础 2.0 的时代呢，我们还是非常看好 Astera 的，它的增长强劲，估值回调呢提供了入场的机会。虽然竞争压力大，但是 Astera 的技术 moat 和 150%增长率呢是领先同行的，也适合长期持有。分析师的平均目标价是$210，潜在上涨 30%。所以我们对暴跌后的 ALAB 什么时候可以抄底呢？其实目前的位置呢是接近于第一个抄底的支撑位145到$152，也是基于历史基点。如果出现止跌信号的话，比如 RSI 超买反弹或者是成交量放大，可以开仓买入 20% 到 30% 的仓位。当然在它 Q3 的财报前，我们也会一直密切的监控。如果 EPS 超过$0.38，并且营收指引上调，那么它的反弹潜力呢可以达到180到$200。短期的话，现在空仓你可以回调至152这个位置买入，长期我们还是看好的，目标价呢在$220左右。如果 AMD、Oracle 的合作影响持续，或者是供应链中断，那么还是要分散投资 AI 板块，止损位呢设在$140。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自10月以来呢，它的股票其实是呈现一个健康的盘整走势，股价呢在413到$438区间巩固，接近历史的最高点$488，显示出它的强劲支撑20MA 和低波动性。特斯拉从9月的低点$320反弹，累计上涨呢差不多有44左右。
主要是受益于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Robotaxi 的揭幕，还有 FSD 软件更新的乐观情绪。尽管纳指指数波动，但是特斯拉呢在$425盘整，还是由多头主导。MACD 的指标也是显示金叉信号。它的 Q3 财报呢也会在10月22日发布，预测 EPS 如果超过$0.55，交付量指引达到50万辆以上，并且强调 Robotaxi 的进展，那么它的股价是可能一口气突破$500。如果利润因为价格战下滑超预期的话，可能会跌至$330到$367附近。建议，如果你持仓在20MA 以上，那么可以继续持有。如果你是空仓的话，可以在当前价位小仓位，比如10%去开仓买入。财报如果超预期的话，可以加仓；低于预期的话，等到$330抄底，也是长期持有。目标价呢是在$500以上。它目前的风险呢，可能会存在中国市场竞争激烈，导致它的需求疲软，以及和 Elon Musk 的政治言论引发波动。再来看一下 RKLB， 最近 RKLB 的股票呢也是进入了一个盘整的阶段，当前股价呢$66，接近20MA， 显示出潜在的稳定迹象，可以观察是否像特斯拉一样稳定在20MA 上方盘整。如果是的话，那么可以在20MA 的上方位置作为入手。如果跌破20MA 并且继续下行，那么可以在$53左右的支撑位买入。当前特朗普的政策环境，尤其是强调太空探索和国防预算，其实是利好 RKLB 的火箭开发和卫星发射业务。YTD 呢上涨25%，但是短期受 SpaceX 的竞争影响波动。在特朗普潜在第二任期下， RKLB 也是长期看好，适合波段操作或者是低吸后长期持有。最后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MP 在经过3天的回调后呢，目前股价是$81，正处于20MA 均线的位置， RSI 指标超卖，短线可以在这个位置买入做反弹，目标价是$100附近。但是波段和长线的投资者建议等待月底的中美稀土对话结果出来之后再进场。如果谈判顺利的话，对稀土板块和 MP 不利，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回调。反之，如果是僵持或者是加征关税，那么则利好 MP 的 Mountain Pass 矿产的产量扩张和供应链的本土化，股价会进一步的上涨。谈判结果的话，也将影响大盘的调整压力。如果积极的话，大盘压力减小，但中国主导市场仍然是风险。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有想看对其他个股短期形势的分析，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祝大家周末愉快！